妻子以离婚要挟，让我代替白月光坐牢。我为了家庭，选择了答应。3年后，我刚出狱，他让我再次自首，为他白月光牺牲。我拒绝后，却遭他当场指控，送入警局。我彻底心死，联系国家，把自己捐献给国家。可我消失后，他却疯了地找我，求我回头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只可惜，我再不会爱他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顾泽同志参与红细胞计划，从此以后你再不能与曾经的亲朋好友联系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我笔直地站在那里，朝首长敬了礼。组织不嫌弃我的过去，仍旧选择将我召回，今生能为国家效力，再死不辞。同事紧跟着说了一句：你知道的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你是孤儿，没有什么牵挂。再说了，你还坐了3年牢，案底烂到不能再烂，红细胞任务必定顺利。首长飞过去一记眼刀，同事立刻噤了声。身为军队里最有望成为首长的我，坐了3年的牢，前途彻底毁掉了。我也没想到，接我出狱将我再次保释出来的人，竟然是旧同事。你还有10天的时间，把所有可能让你身份暴露的事情全都解决了。首长严肃地命令道：遵命。首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叹息道：我知道你有冤屈，等你回来，我给你伸冤。还有你的婚姻，趁早斩断吧。我喉间一阵涩咸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和吴倩不合适，偏偏我自己非要往火坑里钻。那就欢迎你加入红细胞计划了，国家因有你为荣。我看了一眼蔚蓝的天空，可是比在监狱里黑漆漆的好太多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生命只为国家而活。你在哪？为什么被保释？你都帮了陆晨1次了，再帮1次怎么了？反正你的前途也已经毁了。他不行的。吴倩不知道从哪里接到了我出了警局的消息，迫不及待地给我发了信息。我的心沉入了谷底。3年的牢狱结束，接我出来的人不是吴倩，反而是我的牢领导。给我买豆腐盯着我吃的那个人也不是吴倩。更可悲的是，我心中原本对吴倩还尚存一丝希望。再次见面的时候，吴倩竟然让我再给陆晨顶罪。我压住心中的失望和怒火，沉重地问他：这次是几年？又是3年吗？吴倩大概是以为我同意了，她欣喜若狂，回答：不多不多，就10年，闭一下眼就过去了。没人知道我那3年来是怎么过的，没有被探监，没有书信电话，更没有补给送来。似乎那3年的时光是我与世隔绝。身为妻子的吴倩，却在我出狱以后计划着如何再次把我送进去。可从吴倩嘴里说出的10年，就像是她喝水一样简单。这次我不会再答应。没想到吴倩直接跟我撕破了脸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？难道你就要眼睁睁看着陆晨前途被毁吗？我绝望地闭上了眼。难道我的前途被毁就是活该？吴倩瞬间失去了耐心。你的前途算什么？陆晨是公务员，你呢？只是个破当兵的罢了，每天混吃等死。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。吴倩直接报了警，将我抓了进去。在我上警车之前，吴倩指着我对警察嚷道：就是他，他刚刚出狱就肇事逃逸。我身为妻子的，为了国家安宁，只能大义灭亲了。有吴倩的证词，我成功的被警察带走了。要不是我给牢领导打了电话，听说牢领导的红细胞计划，我也不会毅然决然的选择加入了。我淡淡的回了一句：没有如你所愿，真是抱歉了。往后别再跟我说什么顶罪的事了，蠢事我做1次就已经足够。
吴倩从不知道我曾经是特种兵，在她眼里，我就是那种整天混日子的普通兵种罢了。可我也懒得去解释，反正不论真相如何，吴倩想让我代替陆晨坐牢的决心，她不会改变。马上手机响了起来，吴倩像是没发生过任何事那般开口道：“回我妈这里吧，她今天生日。”说来也是，我刚刚出狱，便摊上了再次顶罪的事，连家都没有回过。长辈的请求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况且我已经没有几天自由的日子了。好，我淡淡的回答。吴倩来接我的时候，我习惯性的打开了副驾驶的门，却看到了陆晨正悠然自得地坐在上面。我诧异，吴倩先开口：“你不在的那些日子里，是陆晨帮我照看爸妈，吃饭也叫了他。”陆晨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挑衅。在我没坐牢之前，陆晨也总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，偏偏喜欢坐副驾驶。那时候我闹过，和吴倩吵过，于事无补。这次我淡定地坐到了后座，闭目养神。我已经忘记自己有多久没睡过安稳觉了，一闭上眼便是狱警的虐待，狱友的霸凌。我满身是伤，即便特种兵的身体素质，也实在打不过数百个人。顾泽哥，听说你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原本4年的刑期被你缩短到了3年，想必你很有心得，再进去也会迎刃而解的吧？也不知道牢里的生活怎么样，不过也是，你是当兵的，习惯了那种苦日子。陆晨的话让我惊醒，我从反光镜看吴倩，她只是心虚地垂下眸。我冷嗤，既然你这么好奇里面的生活，不如你亲自去住一住。顾泽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们去爸妈家吃饭，和气点，我不想吵架。吴倩厉声呵斥道。刚才陆晨对我赤裸裸的嘲讽，吴倩可以充耳不闻，我不过是还一句嘴罢了，他却如此着急。我自嘲地笑笑，早就知道陆晨在吴倩的心里很重要，我又何必自讨苦吃？我不是没有脾气，只是懒得继续争辩下去。偏向哪一方，得看吴倩更倾向于谁共情。到了岳父岳母家，他们打开门，在看到陆晨的时候，喜悦溢于言表。尤其是岳母，抓着陆晨的手不住的嘘寒问暖：“陆晨啊，最近不见你，忙什么去了？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老两口啊，实在想念你。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常来坐坐。”我记得当初我没娶吴倩之前，他们对我也是这么热情的，喜欢或者厌恶，在这对夫妻的脸上实在明显。陆晨游刃有余地应付着长辈，最近工作忙，这不是听说阿姨过生日了，我赶紧来看你们。说着，陆晨将礼物拿了出来，大包小包地递到岳母的手上。岳母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忙招呼着陆晨往家里走。只是岳母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瞬间变了脸：“你回来了，赶紧进来吧。”我略显尴尬，将洗得发白的外套的袖子往上挽了挽，手里也没钱买什么礼品，只能弱弱地说了句：“妈，生日快乐，寿比南山。”岳母像是没听到一般，自顾自地招呼陆晨和吴倩，可嘴里抱怨道：“漂亮话谁不会说呀？空着手也好意思来。”我的呼吸一滞，此刻吴倩和陆晨倒像是一对，而我是外人。坐牢的3年，我的所有财产都在吴倩名下，出狱以后连打车的钱都没有，而吴倩也丝毫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。岳母招呼陆晨吃点心和糖果，而沙发上连一个我坐的位置都没有。岳母不看我，却嘟囔着：“你赶紧去做饭吧，难道还要我这个寿星来给你做饭吃吗？”我站在原地无所适从。岳母就是这样，我和吴倩没结婚的时候，对我要多好有多好，可是自从我们结婚以后，
岳母就将什么事都交给我，家里的衣服是我洗的，每次来的时候，一大家子的饭也是我做的，尤其是逢年过节，满满当当一屋子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动弹的。我爱吴倩，愿意为了她做任何事，即便我做饭洗碗的时候，无一人前来搭把手，似乎我生来就是奴才命。岳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女儿身娇肉贵的，嫁给你就是享福的。你一个孤儿，我女儿没有婆母照顾，只能让你多费心了。”我答应过吴倩，会给她好日子的，自然舍不得让她吃一点苦。而此刻，忍让也变成了理所应当。陆晨连忙起身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：“我帮顾泽哥吧，今天是阿姨生日，理应让我表示表示。”岳母急忙按住了陆晨，白了我一眼：“你都送了阿姨这么多礼物了，阿姨高兴。某些人连点表示都没有，就应该去多干点活。”全程吴倩没有替我说一句话。明明两个人的争斗是因他而起，这也是他家，而他却事不关己，也附和着岳母淡淡道：“没事，他做习惯了。”我默不作声地去了厨房，反正也是经常做的事。今天到底是老人家的生日，我不想扫兴，只是我一个人站在厨房切菜的时候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实在没感受到被尊重罢了，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，就当是告个别，吃个散伙饭。顾泽哥，你就乖乖替我继续坐牢就好，反正现在倩倩还有她的家人都觉得我是自家人了，你呀就别自讨无趣了。陆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看着我洋洋得意，虽然是压低了声音，但是实在刺耳。我草草地抹了一把眼泪，冷冷地看着陆晨：“我和吴倩还没离婚，你以为你算得了什么？我知道我在吴倩心里没有陆晨重要，吴倩让我代替陆晨坐牢，足以说明真相。可我还想替自己留下一点体面。”陆晨笑了，大概他在笑我的不自量力。他缓缓拿起菜刀来，对着自己的手指随意比划着，眼中却是疯狂。要不要试试？假如我被划伤的话，倩倩到底更关心谁呢？我只觉得陆晨无聊。正当我一把抢过菜刀的时候，他手一松，菜刀立刻往下掉。我下意识去接，锋利的刀刃对着我的手掌来了一刀，立刻鲜血直流。陆晨尖叫着，引得众人走进来。吴倩心疼地拉着陆晨的胳膊上下查看，在确保没事后，这才怒气冲冲地看向我：“顾泽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，处处容不下陆晨，你还要伤了他？”岳母也冲着我发脾气：“我还以为你坐了3年牢出来会学乖点，还是这么没有教养，果然是没爹妈的野种。”心里阴暗，陆晨委屈巴巴地对二人说道：“我只是想来帮顾泽哥一下，他一个人准备这么多人的菜，实在辛苦。可是我没想到顾泽哥哥这么恨我，竟然拿刀吓唬我。”吴倩瞪着我，话语怨毒如有实质：“你要是再让我知道你伤害陆晨，别怪我容不下你。”几个人走了出去，而我的鲜血早已流了一地，染红了地板。他们没人看到，或许看到了也不会在意。我只是简单的拿凉水冲了冲，随意拿着纸巾包扎了一下。我没有任何时候比此刻更为清醒。这个人，这段婚姻，我不要了。当我做完饭端出去的时候，餐桌上已经围满了人。我早已饥肠辘辘，端着碗正要坐进去，岳母直接一个人占了2把椅子，冷着脸道：“没有你的座位了，你是厨房吃吧，客厅沾染上油污，不好清理。”闻言，吴倩头也没抬，只是一个劲地给陆晨夹菜。我刚回过头去，就听到岳母跟一桌子的亲戚抱怨道：“坐了牢的人也配跟我们一桌吃饭，一点眼力劲没有。”
不怕给我们沾染了晦气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我和吴倩结婚多年，因为我是孤儿的缘故，对岳父岳母像是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，不仅活争着抢着干，只要有点闲钱，就会给他们添置衣物和食物。在吴倩忙着去跟陆晨厮混的时候，我将自己难得的假期用来陪他们出去散心。作为女婿，我以为这样已经够意思了，可我忘了，外人终究是外人，有些人注定感化不了的。而我替罪坐牢的事，他们也只知道我是坐牢，不知道我是替罪，更不知道是替陆晨。只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真相后，还是否能对陆晨如旧呢？受伤了也不说，还以为我们家人虐待你呢。我坐在厨房的角落里，吴倩拿着纱布和碘伏进来，给我放在了台子上。我倒是有些诧异，吴倩竟然还有空关心我。也是，厨房的血腥味实在是重，即便我蹲下来用湿巾擦，也还留有痕迹。我手上的纸包的也实在明显，就算是虐待我，我又能跟谁告状呢？我自嘲一笑，这话是我说给自己听的。可是吴倩却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，脸色拉了下来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结婚以后，我爸妈不是你爸妈吗？你总是这样见外，别人怎么走进你的心？我心中酸涩，要不是因为我从开始把他们当成家人，当他们伤害我的时候，我才会更加伤心。只是我无力再争辩下去，反正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吃完饭后，亲戚们陆陆续续的离开了，我自觉的想要去洗碗，却被吴倩拉住。受伤了洗什么洗？坐会儿我们就走。我有时候不太理解吴倩，她一边向着陆晨，一边又想在意我。或许有一种解释，只要我跟陆晨同时出现的时候，他会下意识先在意陆晨。这偶尔的关心，我已经不再需要。不过有吴倩这句话，我也没再继续去准备洗碗，只是岳母嗤鼻一笑：“就你矫情，洗个碗都是借口，真是指望不上。做了烫劳出来，反倒是更金贵了。”吴倩不耐烦地说了句：“妈，您就少说两句吧。”岳母不甘心地哼了一声，又去和陆晨继续聊天了。陆晨注意到了我和吴倩这边的情况，我看到他表情上没什么动容，可是眼底满是嫉妒。可我不在意了，陆晨想要拿去就拿去，我不需要了。离开岳父岳母家的时候，吴倩还是习惯性的先送陆晨回家了。在路上，吴倩语重心长：“关于顶罪那件事，你还是再想想吧。你知道的，陆晨他过得很艰难，他和你一样都是孤儿，你最能跟他惺惺相惜了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爸妈是烈士，是光荣的，是为国而死的。他爸妈是因为诈骗走投无路自杀的。吴倩，你别跟他与我相提并论。”这算是我第一次跟吴倩真正的发火。我从来看不上陆晨，他遗传了他爸妈的劣根，总是犯法。可是吴倩心甘情愿地替他擦屁股。爸妈是我的底线，我不会让吴倩将他们拿来跟陆晨那对恶劣的父母做比较。吴倩诧异，隔了好久，吴倩突然没头没脑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我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心平气和道：“吴倩，我们离婚吧，反正这个婚早就该离的。不仅是因为工作需要，还有我早已对他心灰意冷。难道你就是为了这点小事离婚？顾泽，你怎么越来越无理取闹了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冷静地逼你发疯，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你情绪不稳定。这样的日子我早就受够了。坐牢的3年，就当我还了在我爸妈牺牲的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吴倩陪伴我度过阴霾的回报吧。吴倩，我们两清了。丢下这句话，我直接让吴倩停车，自己走了回去。而我看到吴倩调转了车头，朝我说道：“你最好冷静冷静，
等你想通了再来跟我说。这段时间我们就别再见面了。吴倩去的方向正是娘家，这也正合我意。回到家以后，我没有时间再去伤情悲秋，我将离婚报告打了上去，领导会直接给我批准，不需要吴倩同意。我翻出了我和吴倩所有的合照，全部将由我的私调烧了，又把所有电子软件里的合照删除。我以为再次看到我和吴倩的合照，会勾起我的一番惆怅来，没想到我竟然心里毫无波澜。这10天的时间，足够我删掉一切存在过的痕迹了。10天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比起坐牢的3年来掰着手指头的日子，实在太快。我离开这栋房子的时候，最后看了一眼，扯出一丝苦笑来。曾经的一切就当做了一场梦，和吴倩的轰轰烈烈，或者趋于平淡，曾经的爱恨情仇，全都一笔勾销了。就在我走之前，吴倩没有任何一条信息，我们也没见最后一面。想来离婚的事情很快就有人传达，我被组织安排进了最大毒枭的身边做小弟。我开始抽烟喝酒，看到漂亮的姑娘也会跟那群兄弟们吹口哨。我越来越像个混混。1年的时间，我取得了龙哥的信任，先是成为了他的司机，即便交易地点我不会知道，但也算是取得了一点成绩。我知道那群人对我做过背调，我的档案全部清空，只保留了我坐过牢的记录。有过案底的人用得放心。而吴倩那边，我以为我拒绝了为陆晨顶罪，陆晨会去坐牢，没想到吴倩直接将我大半的积蓄拿了出来，找到了另外顶罪的人。陆晨仍旧逍遥法外，而我的进度也在不停地向前。可直到某一天，我在 KTV 遇到了吴倩和陆晨。吴倩喝得醉醺醺的，陆晨拉着她，一脸的深情。倩倩，你别再想那个负心汉了，他既然能一声不吭地跟你离婚，肯定不在乎你。你跟我结婚吧，反正叔叔阿姨很喜欢我，我也会给你想要的生活。吴倩一把甩开了陆晨，眼球布满血丝，她嘶吼道：不，我的丈夫只有顾泽，他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是我找不到他。可是你不爱他呀，你爱的人一直都是我。不是，我爱他。这些年，我发现我只爱他。听着这2个人的对白，我的心里再无涟漪。吴倩爱我吗？也许曾经很爱吧，我能感受得到。那时候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我。他曾说穿军装的男人最帅。他看我的时候，眼睛里都带光。可自从陆晨出现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吴倩开始晚归，开始跟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，不停地对着手机傻笑。至于现在，我搞不懂吴倩了。现在我还在出任务，自然不敢碰到熟人。刚好兄弟们走出来，大声叫我名字：顾泽，你出去那么久干嘛？打算尿遁啊？我心中大叫不妙，正想跑进包厢，却被吴倩一把拉住了。顾泽，你为什么会离婚？为什么一声不吭的就离开？我们只是冷静一下的，我没想过跟你离婚的。吴倩喝醉了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毫无章法。可我忐忑不安，生怕吴倩说出什么对我不利的话来。我一把甩开了吴倩，心虚笑笑：小姐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吴倩仔细打量着我，她眼眶湿润：你这张脸我看了无数遍，怎么会认错？可是你离开之前，把我们所有合照都毁掉了。我想你，可我看不到你。我的瞳孔放大，那么多人看着，我只想着如何脱身，并不打算对吴倩这些懊恼的忏悔有什么回应。顾泽，你为什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从来不会喝酒和抽烟的，瞧瞧你，现在像个混混。你以前可是……在吴倩说出后面的话来的时候，我直接捂住了吴倩的嘴，她呜咽个不停。顾泽哥，
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堕落了。陆晨走过来，眼中满是诧异。兄弟们走到我面前，用胳膊搭住了我的肩膀。哟，阿泽，你这是在哪惹的风流债呀？用不用哥们帮帮你？他们的眼神猥琐，朝我挤眉弄眼。我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不说吴倩是我前妻，身为军人的我有义务保护人民的人身安全。我推着他们往包间走，强装淡定，别取笑我了，这娘们喝多了，认错了人，咱们回去继续喝。顾泽，你现在还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，坐个牢竟然会让人有这么大的改变呢？你还记得你在军？陆晨似乎是想嘲讽我，军队二字呼之欲出，我来不及阻止，就是在那么几秒钟，我在脑海里已经想到了我的卧底身份暴露，被这群人杀死，扔进公海。幸亏在签发义军之际，我的战友出来，直接将陆晨带走。哎呀，兄弟，找你们半天了，怎么在这儿？陆晨和喝醉的吴倩被自己人带走的时候，陆晨喃喃着：“你们放开我，你们认错人了。”嘴被捂上，战友朝我们投来了抱歉的目光，我这才得以松了口气。本以为逃过一劫，可是当晚回去以后，我就被人吊起来打，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来的目的是什么？”沾着辣椒水的鞭子抽在了我的身上，皮开肉绽的同时，还带着肝肠寸断的痛苦。我死死咬着牙，我叫顾泽，来这里是为了挣钱，挣大钱。我知道这个组织的警戒性很高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会严刑拷打。他们没有证据，而且我想，组织一定会跟吴倩和陆晨说实话的，所以只需要我这边死咬着不松口，那么我就不会有事。只不过我躲不过这次的肉体折磨了。经过了一夜，我被打得昏了好几次，他们就用冰水冲醒我好几次。我的口供不变，嫌疑解除。私底下，龙哥来房间里看我，我趴在床上，伤得很重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抱歉呐，阿泽，你知道的，做我们这行的，小心为上。”我表示理解，也知道他在试探。庆幸的是我蒙混过关了，可我心中不甘，明明可以不用遭受这一切的。吴倩和陆晨的出现，差点毁掉了我的一切计划。又过了5年的时间，组织上有人来跟我说起这些年的事来。上次组织将吴倩和陆晨带走以后，经过调查，陆晨当初犯的罪都被扒出来了，他这次就要牢底坐穿了。岳父岳母去军队里闹，坐在地上就开始撒泼打滚。你们把女婿还给我们呢？我女儿自从被离婚以后，班也不上了，每天喝酒，人都废了。我是了解我这对前岳父岳母的，欺软怕硬，要不是真刀真枪的对着他们恐怕还是要来闹的。我的手机在领导那里，而组织上的人将手机带来给我看。吴倩给我打了无数通电话，发了无数条信息。顾泽，你在哪？我们不闹了，你回来我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我再也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了，那耽误你的3年，我补偿给你好不好？陆晨坐牢了，这次我不会再帮他，你会很开心的，对吧？还有5年前我们相遇的时候，吴倩发了一条：顾泽，是你吧？而后来吴倩再也没有发过信息了，想必她已经知道了我做卧底的事，只是吴倩将那些想说的话全都发了朋友圈，有看到的风景照片，吃到好吃的东西的照片，或者遇到了有趣的事、难过的事，都会分享在朋友圈。就像是我们在一起的那时候，每次我都会一一回复她的碎碎念，可这一次我直接将微信号注销，手机被我扔进了大海。当初留着这个手机，只是为了防止那些遗漏的人物会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，直接联系不到我，会出大问题。现在
不需要了。终于在龙哥那里潜伏了8年，我混成了龙哥最信任的人。在他最后一次交易的时候，我们组织布置了绝妙的计划。当我们打算收网的时候，变故发生了，周围都是我们的人。交易对象出现后，大家直接将现场包围起来。我的心中是激动的，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混乱之中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：顾泽，救我！我的脑中一阵嗡鸣。在不远处，吴倩正被龙哥拿枪指着头。我没有时间去探究吴倩到底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也不清楚吴倩对我的执念为何到了这种地步。可是潜伏了8年，我不想放弃。阿泽，你竟然真是卧底！枉我这么信任你，你想要留下这女人的命，就放我去公海，再给我准备一艘船。龙哥朝我喊道。原来这些年，龙哥一边重用我，一边暗中派人跟踪吴倩。他放不下我的聪明才智，却也无法放心地用我。吴倩一直都是他最有用的武器。我缓缓向前，吴倩满眼的水光看着我，她什么都没说，却又像说了千言万语。我握紧拳头，指甲都嵌进了肉里。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你这前妻的命这么不值钱吗？当初红细胞计划为的就是龙哥，他贩毒、杀人，十恶不赦，牺牲了多少同胞的命。而吴倩让我顶罪，白白坐了3年牢，孰重孰轻？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。可是现在并不是看个人恩怨的时候。领导看着我，点点头。我绝望地闭上眼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他。吴倩的表情震惊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同意。龙哥一边挟持着吴倩，一边往后退。只要我去了安全的地带，我就放了他。你们这群人太容易出尔反尔了。我将枪扔掉，缓缓向前走。我比他有用多了，我愿意跟他交换，只要人质安全，我愿意跟龙哥同归于尽。我会像爸妈一样，为了祖国牺牲。吴倩是无辜的。吴倩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脸上划过2行清泪。我与吴倩的距离很近，她微笑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国家，可是我听到你为了我，我心里真的开心。顾泽，是我对你不起。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你是特种兵，你是光荣的、骄傲的，是我玷污了你。今生我最幸运的事是认识你，嫁给你。最后悔的事是伤害你。要是有来生，我愿意好好弥补我今生的过错。我的心脏抽疼，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。吴倩笑着闭上了眼，喊道：顾泽，你开枪啊！我希望成为你爸妈那样的人，这样你就能永远记得我。我从身后再次拿出一把枪来对准龙哥，可是我的手还在颤抖。顾泽，你快点开枪啊！吴倩再次催促道。龙哥慌了，或许他才意识到吴倩这个人质是带着必死的心的。他犹豫了。正当他犹豫之际，高处的狙击手直接将人击毙。好在吴倩活着。吴倩无力地瘫软在地，我将她抱起，离开了这是非之地。至于善后的事，自然由我的战友去做。算算日子，已经有7年没见了。吴倩的身体更轻了，她躺在我的怀里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看我在看吴倩的时候，心静如水。我只是将吴倩放在了安全的地方，便要离去，却被吴倩抓住了我的袖子。这次还要离开多久？你还会回来吗？我顿住脚步，回头看向吴倩。当初我失去爸妈的时候，偶然遇到了吴倩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雨，我站在雨里哭到不能自已。一把伞突然举到了我的头顶，豆大的雨珠砸在伞面上，噼里啪啦的。我抬眸看到了一脸天真的吴倩。那时的吴倩一身洁白，像个天使。吴倩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给我讲故事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画面。
吴倩的出现就像是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中，突然照进了一束光。从那天起，我总是出现在吴倩的身边，她的笑容总是阳光的、治愈的、纯净的。后来吴倩去外地上学，我就在本地的大学等了她4年。听说她谈恋爱了，我难过的整日食不下咽。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，那句告白到底是没有勇气说出口。直到吴倩回来，她失恋了，我才鼓起勇气告白。我和吴倩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很珍惜。我们经历了恋爱、吵架、分手、复合，然后结婚。我爱吴倩，爱到失去自我，爱她比我自己更多。所以当吴倩让我替陆晨顶罪的时候，我问她，我要是答应，你会不会开心？吴倩说她会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感情是会冲淡的，或许是这样的，也或许吴倩只是在得到的时候认不清自己的内心。如今虽然我和吴倩经历了生离死别，说不感动是假的，可我已经清醒了。我回望吴倩，像是老友一般笑道，不知道，但是只要国家需要，我会现身。吴倩自顾自地笑了，或许是笑我的坦诚，也或许是笑她的痴心妄想。我们就这样再次分离。因为这次铲除毒枭有功，我被奖赏了1等功，老领导也还了我清白。倒是陆晨让人顶罪，还是国家军人，他罪加1等。听说陆晨在牢里吵着嚷着要见吴倩，被吴倩拒绝，于是他退而求其次见了我。我们面对面坐着的时候，陆晨眼底无青，身上的伤痕倒是很多。陆晨的语气平静，苦笑道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和吴倩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总是提起你的名字，其实在他心里，你一直都比我重要。这件事我倒是第一次听说，说实话我挺震惊的。我没有打断陆晨，而是静静地听他说完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觉得你不过是个破当兵的，没什么优秀的地方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厉害。或许吴倩早就爱上了你，她不自知。她对我好，不是因为她有多爱我，而是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曾经救了她一命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还是小小震惊了一下。听陆晨说，吴倩有一次熬夜写论文，走在马路上差点被车撞，幸亏是陆晨救了她，幸好是还救命之恩，也可惜只是还救命之恩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？你有烈士爸妈，而我的爸妈却劣迹斑斑，让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我以为只要我在某一处胜过你，我就赢了，这辈子耽误你了，终究是我对你不起，把你好好的姻缘弄坏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说原谅，也没有继续恨他和怨他。当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我知道永远都不要往前看，毕竟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，我的国家还需要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